我是老婆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咖啡的一些小知识啊、小故事啊，还有一些小趣事这样子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发觉，就是通常我们在外面去咖啡的时候，然后要 order 咖啡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个 flat white 这个名字。那到底 flat white 是什么？它也是有牛奶。它和 latte 有什么分别？那它和 cappuccino 又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来和我一起一点一滴咖啡学起来。那我们来先说一说 cappuccino。cappuccino 这个咖啡呢是源自于意大利。那为什么它叫 cappuccino 呢？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的。那其实，在15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呢有一个天主教圣家布遣会。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Capuchin， 这是一个由天主教分支出来，然后由所有的男修道士而组成的一个团体来的。那时候这些传教士他就传教来到意大利，然后呢，他们是穿着那种修道袍好像那种Game of Thrones 里面穿的那个 brown color 那种，就是好像一个风帽这样整件像那种道袍。Capuchin 是在意大利呢，就是风帽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但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Google Translate。Cappuccio。然后那时候在意大利呢，他们弄的那个 cappuccino 那个咖啡弄出来过后呢，那个颜色和这些修道士所穿的那个袍是一样的，因为那 cappuccino 是有那个牛奶的一个好像一个盖这样子嘛，就好像那些修道士戴的那个帽子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意大利人呢就把这个咖啡呢起名为 cappuccino。然后还有一个小趣事就是有没有听说过，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话，你过了早上然后中午的时间然后如果你叫 cappuccino 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周围会迎来一些投来一些很奇怪的眼光，就是据说是意大利人只是早上喝 cappuccino， 为什么？我上网去寻找了一些资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因为他们觉得在饭后喝一杯有牛奶的咖啡呢，会导致你的肠胃消化不良，就是有那种乳糖过敏的人喝了牛奶过后，就是肚子会不舒服，会胀风会泻肚子之类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通常呢，就是在一天里面呢，他们只是会喝一杯有牛奶的咖啡而已。然后因为他们在早上的时候，通常就是会prefer 就是吃甜食的，所以咖啡加了牛奶过后，它会中和掉那个咖啡的苦涩味。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在早上只是喝 cappuccino。然后呢 ，espresso 在意大利呢，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啦，就我看了这么多资料过后，我觉得这个 espresso 对意大利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续命的一个饮料，因为据说他们就是早上醒来过后会喝一杯，他们上班前会喝一杯，替他会喝一杯，或者是放工过后朋友聚会的时候又会喝一杯，就是晚上他们也是给 espresso 喝的。然后而且他们在意大利他们有分，你可以坐着喝咖啡，或者是站着在吧台喝咖啡。可是你坐着喝和你站在吧台喝呢，价钱呢是不一样的，就是收费是有不一样的也有找到一些资料，据说意大利人有打开门进去到吧台，再喝完一杯 espresso， 只是用了40秒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些真是很 interesting。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说 espresso 在意大利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是融入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好像喝水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说完 cappuccino 呢，现在我就来说一说 latte。latte 大家都知道是属于奶比较多的咖啡，对吗？那 latte 呢，其实它就是花式咖啡的一种啦，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是用那个牛奶来拉花的。那我们在这边通常 order 的时候都会说latte 一杯给我 hot latte 一杯，对不对？可是你懂不懂？其实 latte 这个字在意大利文来讲就是说纯牛奶。所以呢，如果你是在意大利的话呢，你千万不可以刚刚跟他说 latte please， 你一定要跟他说 cafe latte， 因为呢 latte 就是纯牛奶， cafe latte 就是说咖啡加牛奶。如果你只是单单叫 latte 的话呢，可能那个 waitress 就会给你一杯纯牛奶而已。或者是你在一些 cafe 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咖啡 latte 的名字是吗？你是不是会有时会看到他们写coffee au lait 这样的意思是吗？其实就是这个是法语来的，其实都是 latte， 只是它的名字不一样。可能你去吃法国餐的时候，你看到那咖啡是吗？它写的 latte， 它并不是写 cafe latte， 它是写 coffee au lait。就是 A-U-L-A-I-T， 那个 lait 就是牛奶 ，A-U-R 的那个就是加的意思，所以整句就是 cafe au lait 就是说咖啡加牛奶，所以你们知道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来讲 flat white。
Flat White 这个是我个人啊比较 prefer 会叫的咖啡呢，在外面，因为它其实是比较朝向于介于就是 cappuccino 跟 latte 之间。它的起源于Australia， 它是在网上呢搜寻回来的资料呢，就说它是 from New Zealand。So 到底是 from 哪一边呢？就真的是无从得知了。但是呢，他们的冲法的确是不同的。比如说 Australia， 它用的是 single espresso， 然后如果是New Zealand 呢，他们就是用 double ristretto。说他们的冲法不一样，但是都是叫 flat white。可是如果是在其他的国家地方就是中国，因为我上网找资料，他们叫 flat white 的华语名其实是有蛮多的，比如说什么小白咖啡啦，然后澳白咖啡啊之类这样子，还有几个名字的。我们这边呢就是跟回英文一样是叫做 flat white。那至于为什么它叫做 flat white 呢？那是因为它冲出来过后，它的奶泡是很薄的一层，然后你看到它的奶泡只是跟那个杯口是同一面的，平滑如镜，所以它的名字就是叫做 flat white。好，那现在你们就大概已经知道这3款咖啡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对吗？那到底是要如何去分别、去区别这3款咖啡呢？而实际上这3款咖啡到底它是有什么不同呢？它其实是真的是不同的，它的比例、它的风味，还有它的奶泡。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那个咖啡的比例。拿 cappuccino 来讲呢 ，cappuccino 是1份 espresso， 1份牛奶，再加1份奶泡。而 latte 呢，就是1份 espresso， 2份牛奶，再加1份奶泡。flat white 的比例呢，就是差不多和 cappuccino 是一样的，1份 espresso， 然后还有1份牛奶，1层薄薄的奶泡。那第2点呢，我们就来看它的奶泡是怎样。For cappuccino 呢，它的奶泡是这3款咖啡里面最厚的一款。它的奶泡呢会厚到就是很绵密的奶泡，它会稍微隆起来、鼓起来，加上戴了一顶帽子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在上面撒一些 cocoa powder 啊，或者是cinnamon powder 这样子。然后呢 ，for latte 呢，它的奶泡是比 cappuccino 是稍微薄一点的。然后你从杯的侧面望去它是和杯口平行的，大概是1 cm 左右的厚度，所以它的这个厚度是最适合用来拉花的。那至于 flat white 呢，它是这3款咖啡里面最薄的一层奶泡的咖啡。第3点呢，就是 based on 它的风味。那么如果在风味上呢，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牛奶的那个香味和那个牛奶的浓郁的那个奶味的话，那就是 latte， 因为它是牛奶的分量比 espresso 多的。那如果你是比较 prefer 咖啡味比较重一点点的，然后又可以有一点奶味，就是 balance 它的话，那就是 flat white 是最适合的。可是如果你说想要口感不一样的，那就是 cappuccino。为什么？因为 cappuccino 它的奶泡上面因为撒了一些 cocoa powder 嘛，再加上那个奶泡打到很绵密嘛，当然你要看那个 barista 是不是打到那个奶泡很美啦。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喝一口下去的时候，首先会触动你的那个味觉，就是那个绵密的奶泡，它的那个 texture， 然后你再喝就是那个咖啡掺了牛奶的那个味道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风味上呢，奶味最重最浓郁的就是 latte， 如果是说咖啡味比较突出的呢，就是 flat white， 最综合味道也最口感最佳的呢，就是 cappuccino。听完了这3款咖啡的一些 information 之后，你们是不是比较多一点点了解了呢？但是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的就是，每一家的咖啡馆是吗？他们的咖啡配比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在那边喝这一杯latte 是这样的样子，可是你去到另外一间店的时候，你喝的咖啡的那个 latte 又是另外一个口味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因为咖啡其实现在是真的是很普遍化了的。我自己本身呢，我就有试过，就是我在外面加 flat white 跟 latte 来对比一下，然后呢，我就看到就是杯子是一样的大小，然后味道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只是拉花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说我要唱衰他们是什么，因为基本上这3款咖啡呢，我在家都已经是尝试过了的。但是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是很想try 一下外面专业的 barista 冲出来的flat white 这3款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好了，以上就是我上网做功课然后总结出来的资讯。那影片今天就分
分享到此为止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然后分享，还有订阅。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的话，在下面留言。那如果是什么西服经过的话，我讲到有什么不对啊，或者是要补充的啊，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哦。一点一滴咖啡学起来，我们下集见，拜。